大家好，德国世界报刊登了一篇特约文章，这应该算得上少有的中立的文章吧。说明一下啊，这是一位中国专家的约稿，大家别以为中国专家就一定对中国友好，其实正相反，在西方吃得香的中国专家一般都对中国怀有敌意，至少是为德国或西方利益服务的，这也难怪，无可厚非啊。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要看见人家是中国专家，自然而然热脸贴冷屁股，保持平常心即可。从这篇文章的立意来看，更像在捧杀中国，因为某些地方把中国说得太厉害了。我们现在进入正题吧。中国在科技上早已超越欧洲。我们的作者，中国问题专家沃夫冈·希恩写道，欧洲正在所有重要的未来领域失去优势。在争夺经济霸权的新冷战中，欧洲只是一个旁观者。然而，许多政治人物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美国对中国，这是本世纪上半叶的冲突，甚至是本世纪以后的冲突。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是一场新的第二次冷战，与美苏之间的第一次冷战一样，它的后继者也往往带有意识形态色彩，民主与独裁，但这只是一个表面的标签。美国在与中国的冲突中，最关心的不是捍卫西方价值观，不，他关注的是权力，是世界权力，是全球第一。在赢得第一次冷战之后，美国声称自己占据了这一主导地位。美国认为自己是领先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强国，并且应该继续保持这种状态。美国领导人也明确提出了这一主张。特朗普和拜登听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同，其中一人说得很简单，让美国再次伟大。另一位则不那么直率，更细致一些，但仍然充满自信。在清洁能源、量子计算、人工智能、5G、高铁或根除癌症的竞赛等方面，我们没有理由落后于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研究型大学。拜登故意将科技置于其优先思想的中心，因为科技决定一个国家的实力，只有科技才能带来有竞争力的经济和强大的军队。迄今为止，美国几乎是无可争议的全球科技领导者，但现在中国正准备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太高，对中国的评价太低。如果你阅读美国智库的许多研究报告，或聆听美国政客的演讲，你会觉得他们都在关注中美之间的对决。在他们眼中，欧洲几乎不复存在。事实上，在这场中美科技大战对决中，欧洲只扮演着一个旁观者的角色。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欧洲人的出发点都错了，许多欧洲人对中国的印象已经过时，许多人仍然认为中国是山寨之国，中国窃取我们的技术。我们对中国这种形象反映在虚假的自我形象中。我们对中国人的评价太差，而对我们自己的评价太高。许多政界人士认为，我们德国人或欧洲人在许多领域仍然处于领先地位，或者说，只要在这里投入几十亿欧元，在那里实施几个欧盟计划，我们就能重返巅峰。例如，联邦总理肖尔茨极严肃地宣称，德国拥有最好的先决条件，确保我们在10年、20年和30年后仍能在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德国研究部部长斯塔克瓦辛格则大胆宣称，我们必须捍卫我们的技术领先地位。对不起，什么领先地位？德国的领先地位在哪里？欧洲在哪里？欧洲经济界的自我评价则更为激烈。欧洲工业圆桌会议 ERT 的一份文件指出，我们欧洲大陆的竞争力已经下降。他们实事求是地指出，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已经在许多指标上超越了欧盟。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的一项研究证实了这一结论。该研究所出版的关键技术追踪这项研究分析了哪个国家在哪些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结果是在所分析的44项技术中，中国在37项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在7项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而欧洲则无以领先。没有意识到欧洲的衰落。从人工智能到量子技术，从芯片到5G， 从生物技术到航天，在所有关键的未来科技领域，欧洲正日益输给中国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而且由于中美两国在争夺科技霸主地位的战斗中互不相让，欧洲与他们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是的，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
我们有着良好的基础研究传统，但在市场化产品的实现方面却有所欠缺。过去是这样，今天仍然是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更好、更快。两国都有企业家精神，中国那边官僚主义障碍较少，同时也有人愿意提供资金支持。两国在工业政策方面的做法截然不同，但同样取得了成功。当我说欧洲的衰落或充其量只是停滞不前时，我并不是有意讽刺或听天由命，恰恰相反，我希望看到一个科技上、经济上，因而也是政治上强大的欧洲。但我对欧盟这个意志的国家联盟是否有能力或意愿赶上中美这两个强大的国家持怀疑态度。首先是欧洲缺乏洞察力。为了实现我所希望的重振欧洲的目标，欧洲的政治家们无论是在布鲁塞尔还是在各国首都，必须首先弄清欧洲在科技上所处的位置，即落后于中国和美国。这种认知的缺失，是因为既不愿意看到，也不了解现状。好，朋友们，这就是特约文章的全部。现在我们看看网友们的评论，按时间先后来翻译。第一条评论：中国在44个项目中37项领先，这是不正确的。研究中的数字是有意做出来的。下一条评论：我们的政治人物能很好代表人民，他们也在舒舒服服地做着美梦，到处都有人反对。如果这意味着要砍一棵树、修一条路或拆一栋老房子，宁可不要任何进步，至少不在我家门口发生就行。下一条评论：选民们对那些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学位的人民代表还能期待什么呢？下一条评论：默克政府不明白，本届政府更不明白，只要他们都坚信有一个史上最好的德国，它就会实现。下一条评论：民主国家的政客们，尤其是脱离事实、凭感觉的政客们，他们只清楚对他们政治上有用的东西。此外，在德国，只有极少数现任高层政治人物能够对形势进行思考，大多数人在智力和教育上都受到限制，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束手无策。这听起来像贬义词，不幸的是，事实的确如此。然而，这首先是对现状的一种必要描述。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就不可能有所改善。下一条评论：当今是一个技术、理性和复杂的世界，但我们几乎只有律师和职业政客。他们之所以变得保守，是因为他们自己跟不上时代，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们当政。技术人员受不了这种政治废话，他们尽可能的在经济领域谋职。下一条评论：我完全同意作者所写的。只要看看中国生产的现在电子产品，业内人士就会明白，我们已经落后了很多很多，甚至在职业培训方面也是如此。下一条评论：我不同意作者的意见。空客、阿斯麦光刻机和其他一些欧洲的世界市场领导者怎么不说呢？下一条评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高尚而善良，乐于助人，然而科技上远远落后。但这正是我们受过教育的政客所希望的。下一条评论：你只需要从这里飞几个小时，就可以去度假和购物。我们落后于现代世界的程度几乎令人发指。下一条评论：仅手机网络覆盖在德国就是个大笑话。下一条评论：中国专注于科技，而我们投资于性别研究，这就是我们的领先优势。我们只需分清主次。下一条评论：至少在男女通用厕所和货运自行车方面，德国可能成为科技领导者。下一条评论：如今，甚至大多数自行车车架都来自远东，尤其是台湾。在这些领域，欧洲人自己真正能做的事情，以及仍然是领导者的领域已经不多了，即使有，也会被淘汰，比如燃油车。下一条评论：没错，在美国，数十年来一直有一种创新文化，这种文化是由私营部门组织的风险投资推动的。在中国，这角色由国家扮演。而在我们国家，税收入用来养活肥胖的福利国家，却没有用于投资。现在，我们以廉价能源为基础的商业模式，以及以燃油车为基础的汽车市场领导者地位即将终结。我们将在未来几年清楚地感受到其后果。下一条评论：
从里斯本到北京的新丝绸之路是欧洲参与金砖加国家强劲增长的唯一机会，因此我们应尽快接受中国的提议，以免为时已晚。随着6个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决定扩大，金砖国家的人口将占世界人口的近一半。根据购买力评价调整后，金砖加国家成员国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已升至37%，大大高于包括美国在内的 G7 工业化国家约30%。我们每天都能在媒体的经济版看到欧洲的起伏。下一条评论，我们还没有输，中国也有巨大的问题，人口萎缩、经济下滑、债务缠身、大量失业等等。你所要做的就是在这里打开自由的开关，事情就会再次好转。下一条评论，实际上，中国在某些领域比欧洲更领先，不一定是德国的传统领域，而是我们不幸错过的关键领域。想想空军高官被窃听事件发生后，现在有多少人说这些电脑知识毫无用处？这有点夸张，但很多会议都是这样开的，尤其是在公共部门，但也包括大公司。他们会惊讶地发现，所有的科技热点在美国或亚洲。我们仍然有 SAP， 但与许多竞争对手相比，它往往只是一个文件柜。下一条评论， SAP 在某种程度上是幸运的，因为它曾多次被企业选中。现在虽然从用户的角度来看， SAP 已经糟得无法形容，但它还在自我延续。但换另外软件的成本极高，包括员工培训，尤其是你在市场上找到的主要是具有 SAP 知识的人，而不是那些熟悉竞争对手产品的人。顺便提一句，许多中国公司使用本地的 ERP 企业资源计划系统，不想与 SAP 有任何关系。下一条评论，我也是这么看的。看看中国智能手机的质量，对我们来说，里面有哈苏、徕卡等，我们为此感到自豪。那只是玻璃而已。科技在于人工智能及其背后的算法。在中国或美国，人们看到的是科技带来的机遇；而在欧洲，尤其是德国，看到的则是风险。一群无知的人为此制定了规则和法律。顺便说一句，在中国被模仿是一种荣誉。如果师傅的想法得到进一步发展，他会感到光荣。下一条评论，这篇文章极大地淡化了欧洲的现状。如果你看到中国已经奠定了雄心勃勃的基础，你就能猜到我们会落后多少。下一条评论，所有高层人员早就知道欧洲已经落伍，再也跟不上了。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攫取现有财富，然后销声匿迹。这就是欧盟政策的背景，收入重新分配，装进自己的腰包，吸干最后一滴，就这么简单。下一条评论，德国曾经拥有学习和劳动成就文化，但由于颓废和输入数百万敌视劳动成果文化的移民，这种文化已经丧失殆尽。下一条评论，创新型公司甚至会因为不符合经济去增长化的意识形态而遭到恐吓和驱逐，参见今天的特斯拉。德国之士补充，在德国特别是绿党确实认为一个经济体不能建立在经济永远不断增长的基础上，这也是不可持续的。绿党认为可以零增长，但更注重环保，这样也可以创造工作机会，人民的生活更有质量。这是这位网友说经济去增长化这个词的背景。好，我们继续往下。这位读者很明显是在讽刺德国，他说这一切都是特别悲观的描述，毕竟德国在铁路罢工、特斯拉工厂破坏、摘月标志和包裹投递员小便规定等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这只是这篇《世界报》文章中的几项重大劳动成就。下一条评论，无谓的浪费数十亿欧元，不投资教育等领域，同时还认为德国人或欧洲人属于顶级联赛水平，这需要相当程度的自欺欺人和愚蠢。德国正在变得越来越懒惰和愚蠢，而当前的移民政策只会增加极端分子。下一条评论，可能没人在意是谁将产能转移到亚洲的，这要追溯到施洛德和默克尔时代。当年我们的工业始终走在前列，当时所有提出警告的人都受到了嘲笑，中国怎么可能赶上我们呢？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烂摊子，没有人愿意承认过去做过，也没有人记得。幸运的是，
我们的工业还可以向国外出走，当然这是讽刺的啊。下一条评论，当时我对如此多的政治蠢事拍案叫绝，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来看待我们现在的处境了。只是后来的政客们并没有变得更好，恰恰相反。下一条评论，欧盟及德国以及美国和中国有什么区别？美国和中国实行的是资本主义，而我们德国以及欧盟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没有劳动付出是得不到任何东西的。只要这一点在这里没有改变，德国社会主义的付出劳动的意愿就不会有任何改变。我可以这么说，因为我对所有国家都有我自己的了解。下一条评论，中国过去50年的经济发展清楚地表明，我们对一些保守真理的看法是错误的。与自由市场经济相比，计划经济只要是由专家智慧的实施，就具有明显的优势。它采取更长远的方法，生产有意义的需要的东西，而且不会被那些拖后腿的因素拖累。教育系统也得益于长期规划。美国相对于欧洲的优势，绝不是保守价值观的结果。科技巨头微软、苹果、谷歌等公司都有年轻的个人建立，他们把自己的想法看得比大学学位和头衔更重要。美国是世界上最多姿多彩的国家，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让美国受益匪浅，而优于保守派的近亲繁殖思想却恰恰相反。下一条评论，分析正确，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必须加强企业家精神，而不是用更多的规章制度和官僚主义来束缚企业家。德国太小，无法实现规模经济，因此我们必须为欧洲而不是德国考虑许多战略。只有将自己视为一个整体的欧洲，才能匹敌中国和美国。下一条评论，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中国可以在许多领域迎头赶上，并成为市场领导者。电动汽车目前及未来3年内将推进，软件目前尚不清楚，但可能会出现。人工智能同样，中国的汽车产业正在表明，他们可以在这方面赶上美国的人工智能。什么阻碍中国将其用于其他领域呢？如果你能造出高质量的汽车，你还能掌握什么？没错，他们正在积累制造机船工程方面的专业知识，这是德国的经典领域。文化方面，每个人都会看好莱坞电影，近20年来，宝莱坞电影也是如此。中国知道这一点，当然也知道通过电影和文化可以传播自己的价值观，因此这将会到来。但我不认为中国庞大的建筑业会出口，建筑材料太重，根本无法出口。下一条评论，欧洲只在2件事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臃肿的福利制度和傲慢的道德优越感。下一条评论，这位网友跟贴到以及自杀式的移民政策。下一条评论，这位先生说的非常对，一旦你到亚洲，这点就会立刻显现出来。那里的人民更快、更乐于接受科技创新。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很多人不希望通过科技来改变现状。人工智能、电动汽车、无人机、移动支付，一切都被拒绝了。政客们的重点只关注道德，而对经济竞争力关注太少。下一条评论，对中国人来说，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换句话说，根据中国共产党制定的计划，中国希望在20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前，在10个领域取得全球主导地位。下一条评论，在监控和家长制作风方面，中国也早已把我们甩在了后面，更不用说对公民的各种限制和暗淡的生活了。如果我们不效仿这个道德沦丧的国家，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下一条评论，我不认为中国在任何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的野心当然不在此。数十年来，他们的确主要擅长偷窃和抄袭，尽管作者想否认这一点。然而，欧洲最终应该有意愿再次成为许多或所有领域的先驱。毕竟，希望除了少数精神上受刺激的左翼绿党之外，西方国家都不希望看到一个复仇心切的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下一条评论，我不相信这些关键技术跟踪研究，我非常确信美国在更多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谁能相信中国的数据呢？中国在人口结构，每名妇女只有1个孩子，或青年失业率
22%方面也存在巨大问题，中国可能永远不会超过美国，成为第一经济大国。好了，朋友们，今天咱们就到这里吧，请各位发表自己的看法，非常感谢大家。